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17号。对于大选呢，是我们每天关心的话题。上个礼拜呢，我曾经谈到这一周呢有3件大事发生，一个呢就是14号的所有各州的选举人会投选他们的选举人票。那我们看到了，其中呢有7个州发生了一州双投。那么一州双投最终能得到一个什么国会认证的结果，到1月6号才知道。目前来讲，这个仍然是未定。所以说，并不是像所有人讲的那种一州双投，就是民主党投的那些票就已经有效，共和党投的这些票肯定无效。这并不是像所有人想象的那样，国会有个认证的过程。只不过呢，在这个一州双投之后呢，大家看到了共和党的这个大佬，建制派的大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率先出来表态，向拜登和贺锦丽呢表示了道贺。同时呢，他告诉川普总统说：“你还剩36天任期。”把你这个任期呢走好就行了。这是麦康奈尔表态以后呢，让很多人都认为国会认证的这一条路基本就走不通了。那么确确实实是这样，国会如果说是能够像麦康奈尔现在率先就表态，不但是不支持川普总统获得依法的追究本轮大选里面公平的权利，向各级法院依法申诉他自己行使他个人的权利，还美国人一个选举公平。那么，如果麦康奈尔已经放弃了，麦康奈尔不仅仅是他本人放弃啊，他还要求所有共和党的参议员都不要掺和对于民主党认证今年当选总统这件事啊，就是大家都不要参与啊，大家都不要在认证今年当选总统这件事上面找任何麻烦。也就是说，麦康奈尔就是告诉大家，现在就是拜登当选了，别烦了，川普还剩30几天，这就是麦康奈尔的态度。麦康奈尔的问题，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已经对他家庭、对他的个人、对他老婆赵小兰已经做过了深刻的分析，我在这里呢不重复，我只是提醒大家，所有海外的无论哪一个从政的政治家，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还是其他国家的，只要你在欧美国家里面从事政治的，你娶的是中国人的老婆，那基本上这个人100%是被共产党控制的。你可以看数不清的例子，随便哪一个外国的政要，只要他老婆娶的是中国人，那么这个人100%跟共产党勾兑。你要找出他跟共产党勾兑这些间谍的案件，可以讲有大把，只不过当地的部门查不查处，当地的 FBI、当地的中情局，他们调查不调查，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你查的话，我告诉你讲，麦康奈尔早就不在众议院这个多数党领袖的位置上，麦康奈尔和赵小兰早就在监狱里面了。所以说，关键是美国的制度腐败，也就是民主党要保护他们。为什么要保护他们？保护他们就可以跟自己勾兑，就可以形成共同的利益嘛。麦康奈尔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是他自己的利益所在。显然他跟民主党勾兑以后，可以形成民主党和他们共和党建制派大佬他们共同的利益嘛。他们抛弃的川普，他们牺牲的川普，他们没有考虑到这是川普个人的问题。川普现在为他自己追求大选公平是他个人的问题吗？这是美国人的公平，这是美国人要争取一个公平的选举权利。你现在侵犯的是美国公民，侵犯的是7400万每一个支持川普的这些支持者的选举权。所以这么重大的问题你看不到吗？拜登真的是当选了吗？拜登这个历史上得票最多的，得到8000多万选票的人，如果真的是得到8000多万选票，他出场的时候是这么一个情况吗？拜登就在这2天到佐治亚州去为佐治亚州2个竞选的民主党的议员去站台。你看拜登所到的那个竞选场地，他现在已经是当选总统了，而且是被选举人票投票已经认证了。拜登认为他自己肯定是当选总统了。一个当选总统，一个在美国获得了8000多万选票支持的总统，他到达这个竞选现场，除了几个流氓媒体，除了当地的少数的工作人员，听众就没有几个。这就跟他自己做直播在线看他直播的人就那么几千个人对比，完全就是一样的情况。所以说拜登他所到现场，你看到的就这么几个人来捧场，你怎么就相信他有8000多万人支持他呢？连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福克斯现在已经是倒向左媒了，倒向左媒的这个新闻主持人他都不相信啊。他说你看看拜登这个演讲的现场就来了这么稀稀拉拉几个人，大部分还都是媒体或者是他的保卫人员以及工作人员，真正的听众就没几个。你相信这是一个获得8000多万选票的这个当选总统吗？ Yesterday, Joe Biden went to Atlanta to try and drum up support, as we showed you last night, for socialist John Ossoff and Raphael Warnock, but barely anyone showed up beyond a few parked cars and the media mob. Yet we are supposed to believe that Biden is the single most popular Democrat of all time, more popular than, and more votes than Obama, 15 million more than Hillary.
I had no idea Joe was so popular. Frankly, I don't really believe he is. 所以说，对拜登的问题，其实我们不需要找那么多证据，有些数据你简单的去对比一下，逻辑上你看能不能解释得通。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举一个统计数据，全美一共有3042个县，在这3000多个县里面，奥巴马当年是赢下了873个县，所以说奥巴马拿走了6900万张选票。而川普是赢得了2497个县，川普赢得了3000多个县里面的5/6，就赢得了将近2500个县。川普不过拿到了7400万张选票，而拜登呢？拜登一共只赢得了478个县，比奥巴马要少得多。而他这个选区，他拿下来的县基本上都在奥巴马的选区，占奥巴马选区里面的50%几，也就是一半以上，他跟奥巴马是重合的。他拿下来的县只是奥巴马的一半。但是他的选票居然是8000多万张，比奥巴马还要多1200多万张。你相信这是事实吗？这从逻辑上能解释得通吗？他获得那么少的县的支持，他选票大大的增加，那么少的县有那么多选民吗？或者即使是有这个选民，是不是这个县里面所有人不管老幼妇孺全投了你拜登啊？你拜登这个选票怎么计算出来的啊？因此这也不合逻辑的事，我们简单推选一下就知道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我在视频里面曾经放过一个紫衣服的那个女人，那个紫衣服的那个女人现在愿意做污点证人，她的名字叫 Ruby Freeman， 她是乔治亚州富敦县的参加那个行李箱里面选票的那个紫衣服女人。我在前一段时间放过她的视频，放过她的照片。这个人她现在已经同意做污点证人，把乔治亚州民主党所有的人参与整个这次事件里面的人全部供出来了。目前呢，他处在证人保护计划中，所以说大选呢现在仍然在调查中，不是像所有的人认为已经结束了，拜登已经当选了，川普就剩30几天了。这是麦康奈尔想，并不是美国人民所想。美国人民一定要获得本轮大选里面一个公平选举的真实的内容。所以说呢，在本周呢一共是3项议程，14号的议程呢是各个州的选举人投票。16号呢就是昨天呢举行了这个国会参议院呢要举行国会的一个大选听证。这个听证呢，昨天呢如期展开了，但是这个听证呢，在没组织之前，我就跟大家说过，它肯定是个走过场，它根本就不可能调查出本轮大选里面有多少不公平的事件，他们会做出一个符合实际的公正的判断。昨天这个参议院听证会由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叫罗斯·约翰逊主持，然后共和党的参议员叫兰德·保罗，他就2020年大选中发生的大规模选民舞弊的问题，向前网络安全局的局长叫克里斯·克雷布斯向他做了询问。那么克雷布斯呢，他是一直声称本轮大选呢是历史上最安全的选举，根本没有任何不公平的事件发生。他这个话呢讲过以后呢，川普总统就解雇了他的职务。但是他昨天到参议院听证时候，他仍然坚持他这样的说法，他完全罔顾事实，他不顾现在已经发生的大量的证据，但是呢，他就说是最公平的选举。所以说，最终参议员兰德保罗在听取了大量的证人证词和大量的证据出示的情况下，最终兰德保罗的总结是什么？的确是被确选了，罚酒三杯，下不为例，也就变成了三权制衡，变成了三权勾结。也就是参议院他这个装模作样搞的这个所谓听证啊，实际上就是共和党建制派，他呢要你相信，也就是他们对本轮大选呢，本次发生的目前的这种窃选情况呢，他们无能为力。但是呢，你们要继续投票给我们，我们呢就进行努力，我们下一次呢就会为你们找到公平了，就可以给你们解决问题了。这就是昨天兰德保罗参议员听证他的结果。所以说，我就告诉大家，是走过场，是根本就糊弄选民的，根本就没有一个真相大白的，完全为美国人民负责的这么一个调查。所以说，这个调查就结束了。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我是跟大家讲过，就是在本月18号，也就是川普总统曾经在2018年发布过一个总统行政令，要求呢大选在大选日结束45天之内，由国家情报总监必须公布本轮大选里面有外国干涉的事件。那么明天，也就是18号，就是这个45天，也应当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公布整个大选有外国干涉的这些情报的文件。但是国家情报局呢，在昨天已经发布了一个报告，说是他们要延期完成这个报告，也就是不可能在18号把它推出，准备放到明年1月份推出。那么明年1月份什么时候推出，我们就不清楚了。而且1月份推出以后，还能不能产生作用，我们就更不好说了。那么这个呢，说法非常多，很多人呢对国家情报局呢显示出一种失望。但是呢，根据我在网络上所了解的，也就是
国家情报局局长之所以要推迟这个报告的出台，主要是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他坚持要求这个报告上面必须要突出中共在本轮大选里面他干涉美国大选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包括中共在大选之前在社交媒体上大规模的渗透抹黑川普，而情报局其他的那些人员呢，他们提供的情报只愿意涉及俄罗斯。因此呢，这个报告呢是遭到了拉特克里夫呢驳回，要求他们修改重新报，要真实的报告给大家。对于拉特克里夫这种做法呢，很多人呢就表示质疑，是不是拉特克里夫真的是在帮川普呢？为什么这个报告不能及时出台呢？不及时出台，如果放到明年1月份，有可能就失去它的时效性啊。所以呢，这种疑问呢很多。那么呢，我在网络上也看到，川普总统的女律师叫珍妮·爱丽丝，她呢做过一个解释。他就说，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是我认识的人，我非常尊敬他，我并没有跟他谈过这个报告，因为我不比你们了解的更多。但是我认为，在整个华盛顿沼泽里面暴露出的那么多人相比的话，拉特克里夫是值得我信任和尊重的，因为我认为，不管他最终从他掌握的情报里面得出一个什么样的决定，他都是会为维护美国人民的决定来做出他的决定的。所以说呢，川普总统的这个女律师呢，她很信任拉特克里夫。因此呢，我根据川普总统这个女律师的说法呢，我认为大家呢对国家情报总监呢还要需要等一等，看他最终这个情报出来呢对美国人民是否有利，对川普总统在整个本轮大选里面受到干涉，对川普总统下最后的决心是否有利。而且呢，这个报告我相信也不是呢所有人立即都可以看到的。根据川普总统当年的行政令，也是要求45天之内，只是给这个报告上面规定的那几个重要人物，他们首先浏览，向公众公布的报告，大家看到的只能是这个里面的一部分内容，是一部分删节的内容。那么也就是说，主要内容由川普总统和几个重要的白宫核心，他们才完全能够掌握。因此，到目前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本轮大选中，目前我们这个道路已经走到了最后关头。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已经谈到是华山一条道了，因为呢，所有司法的道路被最高法院几个大法官，尤其是背叛川普总统的那3个他亲自提名的大法官完全背叛之后，可以讲司法道路基本上被堵绝了。也就是说，你无论司法怎么诉讼，最终解决诉讼的能够一锤定音的是最高法院的9个大法官，而9个大法官里面，除了人家本身有3个自由派，还有一个骑墙派，现在还有3个叛变派，你还成什么呢？最终就是7-2的结果嘛。也就是说，你指望着最高法院大法官能够秉持民意，捍卫宪法，捍卫川普总统的个人的权利，已经完全不可能。所以说，司法道路走不通。那么国会的议会道路能不能走通呢？从目前麦康奈尔一头倒向民主党，要求所有的参议员，共和党的参议员都不可以去参与本轮大选认证的事，你就可以看出参议院已经叛变了。那么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毫无疑问来讲，肯定是跟川普过不去的。所以说，参众两院最终都不能通过议会道路来维护川普总统的权利，维护美国人民今年公平选举的权利。因此，议会道路也走不通啊。那么议会道路走不通，司法道路走不通，剩下的是哪？剩下的就是人民这条道嘛。人民是拥护的川普嘛？伟大的美国人民，他们现在在支持着川普嘛？这7500万美国人民，他们的民意你没看到吗？那么也就是说，在人民的支持下，川普总统完全可以力挽狂澜，完全可以通过他自己2018年发布的这个行政令，对外国干涉美国大选所产生的所有内外勾结的叛国者，对他们进行抓捕啊，对那些造谣的媒体抓捕啊。当年林肯总统就这么做的哇，把那几十个造谣的媒体的负责人全部抓了哇。首席大法官判林肯违宪，林肯把他抓了哇，统统抓了以后，最终评判了这些叛国者以后，美国才迎来了伟大的林肯总统所领导的时代。那么川普总统可以讲就是第二个林肯，你觉得川普总统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去做呢？我可以明确讲，川普总统现在就需要最后的决心，因为美国人民在支持他，美国的军队在支持他，美国的警察在支持他，川普总统只要下令一声，那么一定是可以达到评判的目的的，不能坐以待毙了。可以讲司法道路走不通，国会议会道路也走不通，民意已经充分调动起来，包括媒体，哪怕这些左派媒体，他们都明白，实际上是川普总统赢得了大选了吗？福克斯的一个主持人叫玛利亚，他就在一段他的节目里面说，情报界有消息来源告诉他，川普确实是赢得了大选，但是这需要最高法院来审理，并且改变现在的结果。
An intel source telling me that President Trump did, in fact, win the election. He says that it is up to the Supreme Court to hear suits from other cases across the country to stop the clock. This follows the High Court's refusal to hear the lawsuit from Texas Attorney General Ken Paxton, challenging results in 4 swing states. 也就是说，媒体都知道啊，这个福克斯现在已经是倒向这个主流媒体、倒向左派的媒体了。福克斯的主持人玛利亚，他也这样讲啊。他说，根据情报界消息来源，明确证明川普是赢了大选啊。但是现在要最高法院来审理啊，最高法院会审理吗？最高法院这几个大法官他们会公正的审理吗？上一次这个关于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驳回了德州案，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这3个川普总统亲自提名的大法官在关键的时候要背叛川普总统。那么现在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当时为什么要驳回德州的案子？它里面的内幕消息现在出来了。根据一个大法官的助理他本人的描述，他是公开的描述啊，他说一般大法官讨论案子的时候都非常的文明，但是这一次呢，他听到罗伯斯大法官和其他自由派大法官都在咆哮。他们咆哮什么呢？他们说我们不在乎那个在2000年的时候布什和格尔当时他们之间的那个争端，因为那时候没有老百姓上街，没有暴力行动，没有大街上站满了黑名贵，站满了左派的暴力行动。也就是说，大法官们怕了，他们怕他们的公正裁决会引起左派暴动，他们怕他们的裁决会引起黑名贵，引起安提法，再导致的美国左派的对他们大法官的人身攻击。所以说大法官因为他们惧怕左派的暴动，惧怕左派的革命，他们现在就不敢公正裁判了。这还是大法官吗？所以说这些大法官正像川普总统在看到大法官在驳回了德州案以后，川普总统对他们的评价一样，既没有勇气，也没有担当，更没有智慧，也没有为美国人民服务的责任。这就是现在的大法官。因此你指望司法道路还走得通吗？议会道路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麦康奈尔已经率先叛变了，在他叛变以后，很多共和党的参议员会追随他而去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川普总统要当断一断。我给大家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上面是一个美国知名的宪法专家，也是律师，他跟支持川普的这些律师的法律界的同仁关系都很密切。他就明确给出美国未来的2个选项。他说第一个选项是 A， 这个 A 选项就是拯救美国。怎么拯救美国？第一个是川普总统发布行政令，第二个是川普总统依据美国宪法授权他的反叛乱法实行戒严军管，这是他给出的 A 方案。也就是 A 方案可以拯救美国，可以对那些所有内外勾结的叛乱者把他们抓捕，然后让美国回到公平选举的范围内，让所有的美国人民他们能够公平的选举他们的美国总统，无论是谁当选，但是美国人一定要计算他们合法的选票。这是给的 A 方案。至于 B 方案就是向中共投降了。一旦向中共投降，也就是说拜登当选，美国呢就成为中共的小弟。7500万支持川普的人，最终他们的命运可能就跟维吾尔族人的命运一样。那么川普呢，他本人和他的家庭呢都受到迫害和调查，然后他们会找一个亲共的法官来起诉川普和川普的家人。这个情况就是美国未来的 B 选项。这个 B 选项我相信所有人都看得到了。可以讲这个 B 选项不要说等到那时候发生，即使是现在，你可以看到川普信任的人有很多人已经众叛亲离了。昔日的密友，说句真话，能够不落井下石就不错的了。可以讲不要等到这个 B 发生。目前你看看这些自媒体，现在的自媒体转风转舵的人有多少啊？落井下石人有多少啊？还有一大批不要脸的在美国混了几十年，甚至连个身份都没有混到的人。这些人他们不怪克林顿，不怪小布什，不怪奥巴马，他们全部怪到川普。可以讲有的从中国偷渡到美国，在餐馆里面打个工的那些偷渡的福建人，他们有很多人都混到了身份啊。你们混到今天连这些人你都混不过，还动不动到网络上来指点江山，还民营打卡，你打什么卡？可以讲这些人才是背叛了美国的理想的。他们到美国来是真的为捍卫理想的吗？所以说在整个川普总统执政这几年，尤其是川普总统内阁对中共严厉打击的这几年，孤立中共的这几年，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中共这个红色渗透。美国是因为2党之争，因为左派猖獗，所以美国呢现在还陷入一场宪政危机。而澳洲呢，因为深受中共之害，澳洲现在已经开始对中共步步反击，而且反击得非常有效。澳洲现在就规定对入境签证的申请人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些新的要求主要就是针对中共长期对澳洲的渗透嘛。所有相关的进入澳洲的临时或者是长期入境签证的申请人，必须要做出认可澳大利亚价值观作为他申请的一部分。认同澳大利亚的价值观是什么？认同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就是要认同包括澳大利亚的法律、自由、平等、尊重、同情、宗教信仰、议会制度、机会均等、官方语言这些要素所有都在内的，必须尊重和服从，你才可以获得申请你的短期或者长期签证。在你没有做出对上述价值观能够认同的情况下，你是不可以入境澳洲的。入境澳洲以后，如果你违反了澳洲的价值观，那么澳洲也会对你驱逐出境。严重的犯罪的，那就到澳洲的监狱里面去。这就是澳洲现这么去做了，也就是说，澳洲已经率先要防止中共继续对澳洲的渗透和入侵。而美国呢？美国如果拜登上台会改变整个现在美国对中共所有困住的，让中共党员都不能入境，让中共已经垂死挣扎的局面。你看看拜登，他这几天他把他自己当做当选总统，他对中国做出的很多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远的不说，就讲这个自由贸易代表，拜登准备任命曾经在美国担任过贸易代表的一个叫戴奇，任命这个戴奇为拜登内阁里面的跟中国谈判的主要的自由贸易代表。然后所有的左派媒体就不断的美化戴奇，甚至把戴奇说成是戴笠的后人。那么戴奇跟戴笠究竟有没有关系啊？根据网络上面对戴奇非常了解的他的至亲好友，最终媒体的调查现在完全能够证实，戴笠的孙子戴宇宽根本就不是戴奇的爸爸，戴奇也不是戴笠的曾孙女，戴奇和他的父亲戴元祥和戴笠的家族没有任何关系。戴奇的父亲戴元祥，他的好友现任台湾中央大学的教授叫李洪谦说，戴奇的祖父是前师大国文系的戴培之，也就是戴奇他跟戴笠没有什么关系。左派媒体不断地去美化他，把他说成是民国名将这个戴笠的后代，主要就是为了吹捧他，好像这个戴奇是多么捍卫价值观的。实际上戴奇是什么人啊？戴奇不但跟戴笠没有关系，而且他是一个亲共派、亲华派。他不仅自愿参加美国到中国去培训那个2年培训，而且他在任贸易代表时候，在跟中共谈判的时候，他每次对中共都是绥靖的政策，都是屡战屡败，然后不断地让中共得逞他的所有的阴谋。所以说这个戴奇绝不是美国主流媒体把他包装成的所谓对华鹰派，实际上他是对华投降派。他主政跟中共谈判，只可能让中共得寸进尺，让中共步步紧逼，最终美国就成为为中共打工的一个打工子弟。这就是美国拜登和拜登推举的这个贸易代表，最终跟中共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和这么一个关系。这种现实摆在面前，你究竟支持谁？我相信所有的有正义价值观的、有思维思考的、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不难得出这个结论。因此现在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就看川普总统能不能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川普总统能临危受命，是人民授予你的命，川普总统能够不辱人民的使命，然后带领着美国人民为美国开创美国的再次伟大。川普总统带领大家继续前进。好，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